看到这个华南新城里面也有很多公园、体育设施、商业街道，还有很多的教育培训机构。我们来看看啊，这里都是新的大楼，一路望过去还真不少。现在我接过了马路呢，前面就是万国商务区了。我相信在20年以前啊，没人会想到在番禺这样的郊区地带啊，就能够建起这么一座新城来，而且好像还在不断的完善之中。嗨，大家好！现在呢，我在华南新城这边开始我南村的第3段的骑行。这边是华南新城，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社区，而且它站在面江的好处啊，也吸引了很多人到这边来置业。我现在在这个楼盘边上骑行，这条马路看上去绿树成荫，想必这里呢早已自成规模啊。所以华南是最不缺这样的楼盘。那我说的华南呢，就是番禺面向广州的这块地方。看到这个华南新城里面也有很多公园、体育设施、商业街道，还有很多的教育培训机构。当然更不能缺的就是超市了。这边还有这种街市。这里是华南新城北区。哦，转到这来了，这就来到了三支乡水道边上了。
看来我现在是出了华南新城，但我都不记得刚刚怎么进来的。既然到了三支香水道，那我们在这边稍稍的望望江。这边上放了几个旧的龙船、龙舟，这个地方叫龙船码头。我们来看看啊，这里都是新的大楼，一路望过去还真不少。这里叫观塘龙船会基地啊。现在我们来到了丰康路上了，这条路呢就隔开了左侧的华南新城和右侧的新河湾，都是番禺的几个著名的大盘。今天还是很意外的啊，转到了华南新城。对这个大社区呢，我们以前虽有耳闻啊，也几次接近到它的附近，但是一直没有进到它里面去看看它的什么模样啊。今天应该是第一次更近距离的进到它的里边，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。我记得1、2年以前好像是走过这条马路的，当时感觉边上这条河川啊，就简直是臭水沟。但现在好像已经改造的好了很多。我的左侧是华南新城的南区。现在我骑过了马路呢，前面就是万博商务区了。今天走错了路，但是意外的也去华南新城边上走了一遭。现在呢又拐回到了万博商务区来，这也是我想在回程的时候路过一下的地方。
底下还有一条河川，好像还没建好。现在我骑行在万博商务区的外围，我的右侧里面呢，都已经是成型的商业街区了。这是一条隧道的出口。这种边边地方呢都很少来啊，我们随意的走走看看吧。这以前也不是很清楚，就感觉这个万博商务区呢，它还是设计感很强的，它其实是立体型的，通过各种高架路还有隧道连成了一片。好了，七转八转的又转回到正道上了，这条应该就是汉西大道了。刚刚还是在右侧的马路底下，现在已经拐到了汉西大道上了。哇，这个坡很大，差一点就骑不上来了。现在已经来到了万达广场边上。现在我就在万博商务区的中心，我的右后方是万达，左前方是粤海综合城。这边还是看着蛮热闹的，有这种 CBD 的模样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沿着汉西大道由东往西骑行。我相信在20年以前啊，没人会想到在番禺这样的郊区地带就能够建起这么一座新城来，而且好像还在不断的完善之中。左前方的湘江1号建得好快，都已经封楼，封顶开始装修了。现在我骑过番禺大道。我觉得这条街的建设就是从疫情结束开始的，
速度非常之快。以前的一条林荫大道，现在变成了一条高楼的走廊了，到处在建楼。你抬头一看，就会发现某一处又竖起一栋，甚至是一片高楼了。所以有人说呢，这个5年以来是房地产垮掉的5年，但实际上呢，确实是这些国企、央企或者跟这些有关系的房地产公司的一个突破口。你可以看到，在这几年之内长出多少房子，就搞垮了一批民营的房地产大的企业，取而代之的呢，就是这些国企、央企或者国家资本控股的一些企业，房子照样在建，一点都不减少。那不知道这是一种商业行为，是在乱世当中抄底还是说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局，有人出有人进，最终呢还是要回归到卖房卖地这个老路上。我觉得后面一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，因为如果说起了那么多楼都卖不出去，或者说卖不出好价钱的话，那么这些接盘的央企国企一样亏得连家都不能死。骑到这边呢，一点都不觉得冷了，甚至还有稍稍冒汗的感觉，但是气温还是比较低，我觉得还是不要脱衣服了，就这样的骑回去吧。已经到了右侧这个汉西长隆地铁站了，这里是3号线和7号线的交换处。马路对面的 K11应该比我们刚刚开张时候去的时候好了很多了吧。推车上一条过街天桥，我们在这条人行天桥上看看刚刚我一路骑车过来的汉西大道。我从这条人行天桥推车而下，现在呢，我准备去找右前方的汉西村。我现在的右侧是南国澳园的一个入口。
这是汉溪村的一条村中商业街道。又经过简氏祠堂，有2个都在我的右侧。刚经过2个简氏祠堂，第2块电池就用完了。这条汉溪村的村中路，我骑了很多回了。它这是一条普通村庄的商业街，他们来的人多了，特别是务工人员在这边找地方住，慢慢发展成了这么一条商业街。现在呢，骑出汉溪村，前面的就是兴业大道了。我今天就从兴业大道那边走的。兴业大道这边呢，现在通了一条跨星光快速的跨线桥。虽然这个桥坡度很大，但是骑过这个桥呢，就到南村了。现在我骑行的这条兴业大道呢，到这边又有了一个瓶颈啊。从兴业路这条匝道骑上来，这里已经来到了市广路了。现在呢，已经回到了市广路上来骑行，距离祈福新村已经是1步之遥了。今天大家跟随着我骑行的线路，跟随着我的车把前的相机，这个看到了一个几十年啊巨变的农村。
看到周围的老百姓热情洋溢的想要过节的这种神采。那同时呢，从长隆一直到汉西大道，一直到就是我现在的跟前，到处都在发展房地产。这跟大家印象当中这些年房地产价格大跌好像不是一回事。那我想商人总是会诱到一些先机，但到底是先机还是一个坑呢？咱们到时候拭目以待。但是我觉得任何如果单凭经济而言的话，它都是有周期性的，升升跌跌并不奇怪。就好像比特币从以前的几毛钱几块钱升破天，升过10万美元，但是一夜之间呢又可以回到6、7万，所以升的急，跌的就急。但反过来讲，跌过头了呢，它也是有一个回调这种可能性。中国的房地产一般的说法已经跌掉了30%到50%，有些地方可能更惨啊。那么在一线城市还是有经济发展的区域呢，我相信慢慢就要开始回升了啊。只不过这个回升到底是 V 字形的还是 U 型的，就大家还得再看一看吧。但是根据我今天这一路上的观察，我就感觉房地产应该是到底了。好了，现在我已经骑回祈福新村里面了。今天这一路从有点冷骑到有点热，这一路上的骑行呢，还是去到了一些以前并不怎么去的地方，像华南新城边上就是我好像曾经没有怎么去过的地方，还挺有意思的。那最有意思的应该就是南村花市，早早开始，但是呢还没有那么的热闹，过几天肯定是人山人海。那从万博商务圈那边路过来呢，沿岸已经有了 CBD 的感觉，街上走的人很多，相信都是办公室打工的人居多吧。再一路从汉西大道回来，这边的楼真的是越砌越多，当然看上去建筑风格都还是相当不错的。这就是番禺，仅仅是走了几条街道而已，就感觉这些老的县、老的郊区地方都有了新的一种面貌，还是可以期待的啊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感觉房地产应该是见底，慢慢要回升了。希望它是缓慢的回来，因为这样才能长久啊。好了，我已经在冰峰会这边了。那今天的3段骑行呢，就到此结束。谢谢大家一贯的陪伴，谢谢大家跟随，欢迎大家订阅，希望大家点赞留言，我们改日出行再见吧，拜拜。